台化法为什么25年来都修不过？因为不团结，每一个人都在想说哪个县市要分比较多，不要去管说谁分的多谁分的少，先把垂直分配先拿下来，分配的部分交给智库去做。有个人在台上就故意分化台北市跟新北市，说台北市突然把营业额拉到30%，所有新北市的立法委员都说没关系啊，钱有变多就好。地方需要裁员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些营业税原本就是地方被你中央抢走。民进党一直在叫说统筹分配款侵蚀到这整个裁员，讲白了，他侵蚀到他的权利，而不是裁员。民进党昨天就是自己打脸自己。苏贞昌时代说我们每年政府都在赚钱，然后现在说其实我们每年都在赔，拿这个去威胁老百姓跟地方。补助要写计划，写计划要核定，核定完之后才慢慢给，就是在浪费民众的时间嘛。现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有指标，当你的营运越好的时候，就可以有越多的统筹分配款。地方绝对比中央了解人民的需求，你为什么不给地方钱，让他去直接的运用在人民的身上呢？所以民进党不要在那边骗人了啦，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说没有什么严重，他们只是想要挡下这个法，然后就跟你胡说八道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化法为什么25年来都修不过？所有不管是民进党过去，你看蔡英文、苏贞昌、赖清德都说台化法很重要，但为什么总是过不了？因为不团结，每一个人都在想说哪个县市要分比较多，哪个县市要分比较少。可是这一次国民党拿到多数的执政县市的时候，大家选择是什么？不要去管说谁分的多谁分的少，先把垂直分配，也就是总共能够拿多少钱先拿下来，然后呢分配的部分交给智库去做。我们其实也都是最后一刻看到版本立刻试算，那我们就会知道钱是多少，然后大概比例是怎么样，基本上都不会差太多。所以我们只要控制说比例上面跟原先差不多，然后总体的金额增加就可以了嘛。所以甚至有一度有个人在台上就故意分化台北市跟新北市，说党团的版本对你们新北市是最好的。你看现在台北市突然把营利事业营业额拉到30%，你们这样吞得下去吗？然后台下所有新北市的立法委员都说没关系啊，钱有变多就好。所以你就知道吗？就是团结嘛。这个以前真的很不一样。对，以前大家就是立法委员自己先吵成一团，没错。但大家吵成一团之后，台化法永远没有办法过，永远没办法过之后呢，这个地方的裁员还是一样那么少，然后还是要去拜托中央。现在大家想开了嘛，董事长也说啊，虽然得到的补助不是真的那么多，有总比没有好，所以说没关系啊，干嘛要每个县市要互相比较成那个样子？地方需要裁员，大家都知道，而且这些营业税原本就是100%是地方，是被你中央抢走的。结果因为过去立法委员的内斗，大家互相争持不下，就是我一定要比你多，才是修不过的原因。而现在不管在立法院，不管在县市首长里面，国民党非常团结，就是只要不要太夸张，我们都能够接受，然后不要被民进党挑拨，所以台化法才过得了。其实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概念嘛，就是说总额跟比例的逻辑嘛。像以这个六都来说，它总额很高，但它的比例下降一点点，我觉得合理啊，这是社会分配正义的一个对，你不要下降到什么2%、3%，我觉得都算 OK 啦。高雄在那边，他说他们下降最多，我们下降1.5%也不少啊。那你要在那边讲说，哎呀不公平，那台北市是不是也要讲？你明明钱就增加了，抱歉如果柯志恩没有帮忙争取的话，你是0那你增加了几百亿，你还要去跟人家比较说，哦，可是我是整个大饼里面减少1.7，你们增加了1.1，你为什么要跟这些农业县市过不去呢？多给他们一点怎么了吗？而且那些指标是固定的，你按照指标继续努力的话，那明年就会变更多啊，因为它是按照指标在做分配的。我会觉得就是说，这个指标定出来以后，各县市就从这个指标里面去发展自己的经济，就会拿到更多的统筹分配款。昨天客委会主委非常的恶质，在台中跟苗栗都在讲说，本来要通过一个什么什么园区，但是现在预算不够，可能就没办法拿这个去威胁老百姓跟地方。然后我就说很简单，你就跟民众讲，你下次投国民党，财政划分法也有，中央补助也有，民进党不想给你，那是他家的事，国民党会给，跟你保证。你看我讲一个最大的笑话，民进党昨天他们就是自己打脸自己。苏贞昌时代说我们每年政府都在赚钱，我们每年政府都有剩余，而且剩余的很多，我们管理政府管理的很好，财政收支很好。然后现在说什么，哎呀，因为特别预算的关系，其实我们每年都在赔钱。那请问哪一个是真的？其实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民进党再这样乱下去的话，就是不止财划法，包括总预算的编转的母法，是不是也可以来做调整？因为现在的总预算的编转的话，主要是行政权编转，立法院只是负责砍。你看韩国也不一样，它有所谓的总预算建议书，那这个也我觉得也可以参考，因为如果他们要继续这样玩下去的话，你每天搞宪政危机，那谁受得了？而且啊，你可以看哦，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分了2派，一派是像你刚刚讲像沈博阳他们说啊，国防预算会没有啊，什么什么会没，另外一派人说什么呢？啊，分太少了。那请问你们要先去打一架？你们如果是支持600亿的版本的话，那你要早说啊，我们国民党当时提的
5000亿版本的话，你确实是可以分到那么多啊。为什么会变少？是因为民进党不愿意。而且你知道那个沈伯亮他们那一派真的是矛盾到极点，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个中央钱不够，他们讲什么国防国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平常又很爱讲什么民主自由人权。民主自由人权里面讲说真的，民主的落实其实是要落实地方自治。对，就是说你的财政状况好的时候，其实地方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可以立刻做，可以马上做，让市民立即的感受到便利性。没错。可你所有的钱都抓在中央的时候，要补助，对不对？补助要写计划，写计划要核定，核定完之后才慢慢给，就是浪费民众的时间嘛。那现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，它就是有指标，然后鼓励你让你的县市发展经济。当你的营运越好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有越多的回馈的这个统筹分配补助款。就民进党一直在叫说统筹分配款，然后侵蚀到这整个财源啊，讲白了，他侵蚀到他的权利，而不是财源啊。因为他们25比75，各位啊，这全世界上几乎是没有看到这种分配法。简单来讲，民进党批判最凶的北京好了，虽然的中央这么强势55比45，他留45给地方，我们竟然是只留25给地方，这简直是令人发指的程度。因为他剩下都要用补助的，也就是呢，我喜欢你就给你钱，他用情绪勒索的，他都用这种暴力压制的，然后各种乱花嘛。所以为什么高雄钱会最多？苏贞昌当时在屏东种了100亿的树，然后惹得民众很生气。地方绝对比中央了解人民的需求，你为什么不给地方钱，让他去直接的运用在人民的身上呢？我简单讲啦，3000亿没有对中央政府造成什么实质上面的损失，说这样就做不下去了。他现在就是因为不爽，然后跟你情绪勒索。过去赖清德、苏贞昌、柯建铭都说财划法是优先法案，过不了是他们的事，因为以前的做法没有成功。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多数，还有我们地方执政多数，我们就是过得了，因为我们够团结。财划法的修法过程不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人数多就过得了关。25年来国民党执政过，民进党执政过，就是修不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县市政府跟地方立法委员大家吵成一团。现在就是因为国民党很团结，所以才过的。所以民进党不要在那边骗人了啦。基本上那些东西你会最后发现说没有他们讲这么严重，他们只是现在想要挡下这个法，然后就跟你胡说八道。好几个协会他拿了政府的补助，都在台中搞罢免啊。他们一直说什么没有拿政府补助的钱去罢免，不是嘛？你没有政府的补助，你连一个协会都撑不住，你哪来的机会去罢免啊？基本上来说，这些钱是不是都可以省下来？所以政府不是没有钱，他是给你乱花。黄国昌发现一件事，投票的时候人不在，你们叫青鸟出来，然后帮你们站下，结果呢，投票的时候4个立法委员不见。那个时候的情况是民众党已经退席了，所以完全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竞争。所以如果你们的立法委员在的话，很难说结果会怎么样。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，大家有在问说，那国民党是不是人也不在？因为我们应该有51票，但为什么我们只有48票？从头到尾，国民党都是51人，那可能就是有些人手没有举高或提前放下，然后没有被点到。我们国民党很在乎这件事，不像民进党这么没纪律。很多人说，可是国民党人数优势，是不是多数霸凌少数？错，国民党人数没有比较多，我们当天就只有51个人。然后呢，民进党的人是多少人？51人嘛，51对51啊，我们没有任何人数优势，然后你易守难攻啊。而且你们还得保护正副院长，我还要保护正副院长。但是总之，我们也没有人数优势啊。没错。